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细心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你的魅力和吸引力都分别有哪些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占卜呢，是来看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那个未曾开发或者是从未被我们自己发现的某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那是我们的潜能，也是我们内在无意识会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占卜当中，你既可以找到你可能会听到说对，我就是这样的相关讯息，那么你也有可能会发现一些可能你未曾注意到，但是呢可能会是别人，比方说你的同事啊，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就是外面其他的人呢会给你的评价，会给你的一些比方说关于你的特别给你的一些评述。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看到关于你的魅力和吸引力，既是我们所谓的潜意识当中我们当下可能已经会察觉到的关于自己的特别，我们也会来探寻一下关于那些我们未曾发现的领地，但是呢却是属于我们本来自己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潜意识之下会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好了，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吧。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我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讯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依次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是第3组。我们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好，那么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这里呢我为你们选择的是东陵石，或者是叫东陵玉石都可以的绿色的，好。第2副牌组的朋友，这里呢我为你们选择的是这颗颜色非常美丽的粉色水晶。那么这一颗粉晶的颜色是比较突出的，我也给它取了一颗名字就叫一颗星。这个是粉水晶能量。好，第3副牌组的朋友，今天很特别，今天我所选用的紫水晶是我们这样一颗一颗的，那么我拿出了4颗紫水晶作为我们今天的能量的集合体。好，这个是第3组牌的朋友，紫水晶的小水珠。好 OK， 好，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人们为什么会爱上我呢？我的特别魅力还有吸引力都有哪些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点哦。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
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灵性宝石，虽然我们这边有4颗哈，就是哪一个灵性宝石的能量呢有吸引到你。那由于我们这里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呢有些朋友如果说你觉得某一副牌，然后呢对应在另外一颗宝石它们在能量上都分别的跟你产生了一种感应跟你有了连结，那么我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一期主题呢，那么多选是完全 OK 的，因为有可能呢你的一个是能量被分在2组里，你可以在2组的牌理讯息都找到跟自己对应和有连结的内容。再来呢，也有可能你的身上的魅力和吸引力确实有不同的这种能量所以说也许不同的能量点被分在了不同的牌组里。好，那如果说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吧。那我们待会儿见哦。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东岭玉石，好，放这里给你们做一个参考。今天呢我们来看的是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我们要通过连接宇宙的能量一起来探寻关于你的魅力还有吸引力。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我有这边帮你们抽到一些就是神谕卡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第一张牌呢是The Underworld， 这张牌是说地下地下的一个世界的能量。好，然后呢我们抽到了第12号牌 Lion of the Ways Patterns， OK， 好，然后呢我有抽到一张 Dawn New Beginnings， 这个是早上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太阳出现的第一缕光芒嘛，对吧？好，然后呢这个是性格牌里面的一张牌这个是它翻译的是唐璜，就是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文学作品的一个人物这边是对，感觉挺浪漫的。好，等会我们会来具体的看。好，我们把这些牌卡先放上面哦。首先呢我们这里要来抽出今天的第一次塔罗牌组，我们来连接一下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in general，就是说在你的个性在你的能量方面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你。那么我们第一次抽牌的能量呢，就是它不一定只针对爱情，然后我们还是会进一步的去了解在感情当中你的个人魅力还有吸引力，好吧？好，我们首先来看 in general 的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你呢？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你的什么样子的特点吸引了他们？第一张牌，这里是一个宝剑侍者的能量。好，第二张牌，对，第二张牌是宝剑8 ，OK。来，第三张牌。好，第三张牌我们看到了火元素3。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 ，in general 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你？你的什么特点或者是大家一般对你的个性方面都有如何的评价？大家觉得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对吧？你给大家的第一印象，或者是你给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 ，in general 都是什么呢？好。这里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在我们的塔罗能量当中出现了比较强烈的风向的能量所以说第一组牌的朋友，第一个能量我看到就是大家对你的一个印象，为什么大家会爱上你大家对你的评论评价究竟一般的这个趋势和方向在哪里？我看到大多数的人呢，其实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他们觉得你一个很特别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实你很多时候都属于那种想法比较多的人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地下的能量
你对很多的问题，你对很多的事情，你在看待评价他们的时候，你会有自己比较独到的、比较深刻的一些观点。那也就是说啊，也许很多时候大家看一件事情都是比较表面的，比较就是有一点打个引号啊，就是表面能量、肤浅一点的。但是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喜欢一探究竟 ，Page of Swords， 你喜欢一探究竟，你对很多事情可能不会很快的、很轻易的就下一个定论。关于对一个人的评述也是这样，也许有的时候啊，大家对于一个人就会说，哎，那个人不行啊，那个人哎呀，反正就不怎么样啊，或怎么样啊，就大家可能一般都会是从众心理，就会对某一个人有一个判断。可是呢，越是这样子，第一副牌的朋友，我就看到就是越能激发你的一种探索欲望，越能够激发你对这个大家都可能不是很认同，或者是大家一致都认同大众主流的意见啊，产生一个你特别的疑问。在这里呢，你就会一直探寻下去，你想一探究竟，你想探寻人们对于他们的评论，人们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评论究竟是真的吗？他们究竟想的是对的吗？你会对这个事情就是揪着不放。而且啊，就是越是大众，我们所谓大众审美、大众评论的一些观点，就越能够激起你对他们的一种有一点像是叛逆跟反常的一个疑问和关于你自己的一个质疑。所以我看到第一个特点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这边有 critical thinking 的这种能量。什么叫 critical thinking 啊？就是很多事情呢都会有一个，我不能够说别人觉得怎样我就怎样，对不对？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属于那种，就算别人觉得都那样，我也不能够马上定论就是这样。你们一定会用自己的一个，比方说方式啊，去收集一些信息。去通过你们的观察来真正的，要么呢就是同意大众的一个观点，要么呢可能你就会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你不会轻易的随着大众，你不会轻易的所谓的跟从别人的想法，跟从别人的观点。从某一些角度来看，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其实是比较喜欢小众一点口味的。比方说啊，小众的口味，比方说大家都觉得今年最流行的啊是那个怎么样，也许你就会说我就偏不要，今年流行黑白，我就偏要穿彩色啊，今年流行亮色和花花的感觉的图形，我就非要走黑白极简的路线。就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有这种啊，喜欢一些比较有特别的感觉的东西。而且呢，就是对于很多事情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喜欢往深里看，不喜欢被表面的一些东西就是给迷惑双眼。也许有些人他可能会穿衣打扮啊，就是给人的感觉好像很高级，但是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你真的就是有那个分量嘛，你就会就是看得很深，究竟你这个人是如何的人，外面的打扮跟包装不会轻易的就是让你的眼睛相信啊，我是这样感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这种能量啊。第二个信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啊，我们这里有一个 patterns lean of the ways。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就是人们为什么喜欢你啊？我觉得很多时候第一副牌的朋友，大家对你的感觉和感受啊，就是说你容易想很多，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懒得想了，我就去玩了；我懒得想了，我就去搞我自己的，我懒得再去管了，对不对？你们属于就是想很多，容易就是起到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帮别人想事情啊，可能那个当事人自己都不想再去想了，都不想再去理会了他生活里的问题和烦恼，可你会就是帮他想。这个帮他想呢，有可能你是帮你的朋友，就是帮他着急呀，对吧？你帮你的朋友着急呀，你帮你的家人着急呀，你家人可能都觉得说我算了，我懒得管，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你不行，你会操别人的心。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也有一点操心命的感觉，就你会操别人的心啊，你会想很多的事情。那你在自己的能量当中，你既会可能会操别人的心 patterns， 也会很多的是操自己的心啊。你对你自己的事情可能也是属于那种想很多的。早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跟那个人可能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摩擦，你就会马上把这个能量放在肚子里面，晚上睡觉之前还要把那个细节全部放电影再过一遍，再去分析一下究竟是我不对还是对方做的不好
再去重新反省一下，究竟自己是不是当时态度有问题啊？我会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这个能量宝剑八当中啊，你们属于那种容易把自己困住的人你喜欢把自己困住，你喜欢就是为自己设定很多的障碍。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生怕漏掉了一些细节。原因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追求完美，你们希望自己成功，你们是一群蛮向往成功的人，你们是一群蛮向往就是能做大事的人，你们是一群蛮希望自己在别人的眼中就是越完美越好。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族群，第一副牌的朋友。所以说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在你们这里第一副牌的朋友，生命有的时候对于你们来讲，其实会给人的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残忍。意思就是说，也许你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比别人更多的阻碍，会遇到一些比别人更多的比方说难度和挑战。这个能量究竟在于哪里？第一个能量其实是在于你们自己，你们是一群不会放过细节的人，很多内容可能对于别的人来讲就已经忽略不计，就已经根本看都没看到他们有问题。可是呢，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很多事情的细节，很多事情的本质生理的一些原因和它的道理，没有办法轻易的在你们这里所谓的就 pass 掉。你们会抓住它，你会抓住细节，你会抓住这件事情表面之下的那个原因跟道理，你会一探究竟，你会我们所谓的不说服自己，我坚决不罢休，不一探究竟，我绝不放弃。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一种精神，这是你们的一个个人魅力。所以很多时候也会有一部分的人们就会觉得你就是属于那种还蛮执着的人蛮执着的人。所以这一份执着也是你的魅力之所在，因为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些不轻言放弃的人，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些能够为所谓的正义为所谓的这个真理去一探究竟的人。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就有这种力量，而你们的这种力量它有一点像是在地表之下的，能够去我们所谓的倾覆世界的力量，地下的能量。这个能量其实会让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对第一副牌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有一点就是畏惧你，或者是他们容易跟你产生一种所谓的距离感。这个距离感和这种畏惧感是因为就是他们知道自己的一些小小的隐瞒，他们知道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手段跟技巧没有办法在你这里就是被用得很好，因为你会一下子发现他们的一些反常，就是容易在你这里起到一种说这个人今天怎么有点不对劲，这个人他说这句话他好像眼神有闪烁，就他们会觉得就是你外面的人就会觉得说在你这里没有办法欺骗，在你这里没有办法轻易的让他们可以通过，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对你有一点距离感，有一点畏惧感。那么你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你在外人的眼中的形象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的比较就是能量是比较 intense 一点的，所以一般的人其实不太敢轻易的向你靠近第一副牌的朋友看到这个能量，所以说你看The Underworld， 我觉得很多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种能量其实是有倾覆之力的。如果有人惹到你的话如果有人真的是觉得你好像我们所谓的你一忍再忍，一忍再忍，地下的能量一忍再忍，一忍再忍，忍到最后他还过分的话，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会爆发式的让那个人知道惹你的这个所谓的你要惹我的话你就试一试，你就会让他们知道这个结果和后果是什么。所以呢，我这边其实是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这种力量，这个力量是在你们的所谓的眼睛里面，在你们的心灵深处。这个力量呢，其实你可能自己不一定能察觉，你可能觉得说我很好我很温柔，我很善良，然后呢我一般对人都非常和善我从不欺负别人为什么就是他们会这样想我呢？那是因为在你的骨子里，在你的灵魂深处你有这种力量。而人们呢有的时候第一个感应其实是通过我们能量的磁场去感应的，很多人都能够感应到你的这种深度，很多人都能够感应到你的眼睛可能容不了半粒沙子，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他们不敢轻易靠近你，所以他们就是不敢一般的就是在你面前随便的说谎，因为他们知道容易被你察觉
啊，容易被你发现，而且你根本就不容欺骗嘛。对，我看到这个能量啊。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权杖3啊，这边呢其实是有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 ambition。这个 ambition 呢，更多是存在于你对工作事业、你的 profession 这一块的能量。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无论是外界的朋友啊、家人、同事这边啊，我看到很多人其实对你都是很有一点像是崇拜呀、尊重啊，或者是说，就是觉得你很厉害，他们其实挺欣赏你的。这个能量在于什么呢？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对很多事情属于那种有深度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深度当中，对于你的 profession、你的专业领域也同样如此。当我们去追寻自己的所谓的理想啊，无论你是想成为医生，无论你是想成为科学家，无论你是想成为艺术家，还是说你希望在比方说商业领域里面成为某一个领域里的龙头，还是说领导人啊，那么在无论哪一条道路当中，你想往上攀爬，就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没有阻碍，没有挫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登顶的。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你们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你们可能吃的苦比一般人多啊。我们所谓的台上10分钟，台下是10年功，你们就属于那种台下吃10年苦的人，为的就是能够在你们的专业领域里面，在你们的 profession 里面，可以站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走得比别人长啊！我看到这个能量是非常厉害的，在你们的心里面啊，在你们的心里面，尽管你们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面对挫折、面对困难、面对挑战，你们属于那种迎头直上型。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不属于那种逃避问题的类型，你们属于那种看到问题就要抓住它，看到问题就要解决它，你们是这种能量啊，所以你们不惧怕黑暗。为什么？因为你们有足够的火，你们有足够的光明去点亮你们的前方。这个能量使你们在事业，在你们的专业领域，在你们的比方说想去完成的一个人生目标里面啊，是相当勇猛直前的，或者是勇猛直上的。这个能量呢，也会使很多人就是对你有尊重的感觉。因为很多人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在面对困苦的时候，其实是蛮容易打退堂鼓的，就觉得说啊，这个太难了啊，算了，我不做了。哎呀，那个太苦了，哎呀，要上班要上成那个样，加班加，算了，我不要做了。哇，这个课题太难了，这个是啊万里挑一的人才能够完成的，这个几率成功太小了，我还是不要做了。可是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不会畏惧的。如果是你们选择好的方向，你们不会畏惧，不畏惧权威，不畏惧所谓的那种啊，他是某个顶尖的怎样，你不会畏惧，你会迎头直上啊，一直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充电，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学习，来让自己啊，我看到的是终于迎来，觉得是那种光亮啊，终于迎来那种光亮。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在工作啊、事业啊，或者是人生方面，我觉得你可能会经历几次人生非常重大的 transformation 转型，你会让自己不断的蜕变，你会让自己啊，你看这个青蛙，我会觉得这个青蛙就有点，这个青蛙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心里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他心里的王子，所以他愿意去我们所谓的跳跃，他愿意不断的让自己去感受不同的环境，给他不同的影响。从而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他自己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让自己蜕变成他心里所希望的那个美好的样子。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在你们的能量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这种宝剑的能量，让人觉得的是你对很多事情呢，就是不会是那种温柔的那种态度去对待，而是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更加尖锐的、带有锋芒的感觉去处理。可是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们希望能够最后成为啊，我觉得是完成自己的理想，到达心中的那个彼岸，就是这样子的一股动力啊，在不断的驱使你们去往深里走，不断的在驱使你们去继续的前进。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生命当中可能会看到一些 patterns， 有的时候你就是会被生活打击到，有的时候你就是会被生活无情的啊，再一次的我们所谓的打翻，或者是再一次的被生活重击。
但是你每一次都能够从重击当中重生，而每一次的你重生之后都是更好的模样，让别人简直对你刮目相看，对不对？所以第六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们会爱上你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关乎于所谓的表面的现象。所以很多第六牌的朋友，我觉得无论你们的外形条件、家庭背景啊，是所谓的我很帅、我很漂亮，还是说我家里很充裕，或者是我家不怎么样，这些对于你们来讲，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漂亮或者是帅的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仍旧我觉得是追寻的是实力。就算也许你的家庭非常的优越，我觉得你们依旧想要的是自己的成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啊。当然，如果有些朋友，比方说你就算长相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你们也不屑，因为你们心里其实是不是太重视表面的一个族群，这种外形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出生就有的条件，其实对于你们来讲，它不是你要追寻的地点。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特别的有个性，属于那种我要走我自己的路这种族群的人你们要的是成就自我，想去寻找的那一片光，想去寻找的那个自己。所以生活对于你们来讲，这一切的所谓的挫折也好所谓的这种难关也罢，对于你们来讲就像是闯关，从而呢最后到达你们要的那个高度，其实很精彩。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这个有一定的阅历，就是看你们年龄就是你们会发现自己是一个特别有经历的人，特别有故事的人，特别活得精彩的人生。所以这一点来讲很多人可能都是非常羡慕你的，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非常的喜欢你。从你的故事，从跟你的交流，从跟你的谈话当中，他们就能够感受到强大的生命力，对吧？强大的生命力。好，来，我们继续讲了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对，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今天也是要看你的在感情当中特别的魅力还有吸引力我们来看看宇宙怎么讲。The Devil 能量多强好 ，OK， 金币3的逆位，在感情当中，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魅力又是什么呢？宝剑10，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在感情当中我们很多逆位的能量 OK， 我们在讲个人的感情生活在感情当中你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这个是 Page， 这个是圣杯侍者Page of Cups。 好，在感情当中的你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你的个人的魅力还有吸引力有哪些呢？其实这边我读到的能量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感情中的你们其实有一点更加像是信命运，就是你比较信命你比较信缘分，属于那种就是那种相处磨合，然后慢慢的温，慢慢的煮，然后最后你觉得这个人不错，然后喜欢他。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当下的能量当中，我看到你们是一群在就是个人情感爱情当中特别有吸引力的一个族群。你们的这个能量就像你们个人的能量一样，是比较我们所谓的有这种 dark energy就是这种很深的有一点黑暗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是会让人觉得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会被你吸引，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好像眼睛没有办法从你身上移走，这种个人魅力。甚至呢，我觉得第一副牌朋友，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明明知道你就是属于那种危险情人或者是危险恋人的那种类型但是这个危险也不是说真的危险，只是说他们可能会觉得一旦就是说打开他们的心就可能会坠入你的爱河，就会坠入你的那种魔力当中，而自己又没有办法轻易的可以出来。所以我看到很多在感情里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别人对你的感觉就是说，哪怕不走近你，哪怕不靠近你，都已经被你的那种强大的吸引力和气场深深的吸引。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能量当中有这种天蝎摩羯的能量也许你们在这个身上衣服或者是打扮当中也比较口味稍有一点重比方说黑色
比方说很深的红色啊，也许是你们喜欢的能量，包括比较性感的一些所谓的那种感觉啊，比方说衣服啊，或者是配饰啊、妆容啊、身材的那种，我们知道啊，那个女生 S 型啊，男生的 T 型啊，就你比较喜欢这种感觉的东西啊，那么在你自己的魅力当中，在你自己的外形当中，也许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也确实是往这个方向去打磨自己，或者是往这个方向去打扮自己的。我看到在感情当中呢，很多人啊都被你的就觉得你很性感，说白了就觉得你很性感，被你的这种异性的能量强烈的吸引住。但是呢，我又看到啊，这个 devil 是个逆位啊，所以很多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是危险的情人，你是危险的恋人的同时，他们也知道在本质里你是个好人，在核心当中其实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啊。我看到这个能量非常的优秀，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你有自己独到的方式，你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们又知道你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所以他们对你的这种吸引力，或者是对你的这种魅力啊，有一点像是又爱又恨。如果他们能够真正的得到你的心的话，他们一定会很幸福。可是呢，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驾驭得了你，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点又爱又恨了，不敢靠近啦，不敢真的去跟你连结啦，或者是比方说不敢真的追你啦这种感觉，只敢在你的周围和旁边默默的关注。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这个 devil 的能量而且是一个逆位的 devil。然后呢，我们这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张牌，就是这个弹簧的能量。这张牌是说有这种 seductive， 就是那种诱惑，有一点点像是那种就是魅力很强就可以诱惑别人主动的来到你的身边，诱惑别人对你产生某种连接，让他们对你就是有特别的观察，你在很多人的眼中都是很特别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在人群当中忽略掉你的存在。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气场很强大你们的气场很强大，而且呢，你们的那种魅力刚才我讲性吸引力，这种性感的能量很强烈。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想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你想玩的话，那么我想你应该玩伴很多。可是呢，我又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不一定想玩，就有些人他可能可以玩，但他不一定选择去做那样的人，对不对？我虽然很有魅力，我虽然是可以让很多人都就是被我吸引，可我不一定会滥情，我不一定要这样，我可能会无情的拒绝，我可能会专情的对某一个人，对吧？这是人的一种选择。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这边看到其实你们对于所谓的桃花，你们一点都不缺。而且呢，这张金币三，我看到在感情当中，你属于那种，如果我不喜欢你，你对我再好，你陪我再久，可能都没办法让我爱上你。我觉得你们有这种能量，在这个 devil 这个能量当中，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挑，就是口味就是很挑自己的口味。如果是你喜欢的类型，或者是因为某几个点，那个人成功的撬开了你的这个心撬开了你的心门，那么这个人就会马上跟你连接起来，你就会爱他，你就会喜欢他，你就会只对他有感觉。可是呢，金币三，如果说这个人他花了很多时间陪你，花了很多时间跟你相处，可是我觉得你依旧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对你的好而施舍你的爱。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OK， 你不会因为这个人对你好，所以去施舍你的爱。更多的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你们属于那种在感情里就是为什么让人觉得你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就是他们知道那不是轻易可以得到你的呀，你不是轻易能够驾驭的那种类型，你不是轻易能够通过所谓的努力而得到的恋人或者是爱人。你跟这个人所谓的在这个异性能量，我们这边异性能量就是说能量当中嘛，无论你们是同性还是异性，就是异性的能量相吸引。就是我看在异性能量当中，第一副牌的朋友，他们对你的这种喜欢是因为有一点像是能够被你
看上，能够被你选中，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对吧？那不是努力能够得来的，那是被选中、被认定的那种特别荣誉的、特别的那种承认和关注啊。所以说，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靠近你，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你的眼睛，进入你的心。而那唯一几个特别的人，哎呀，这边我又看到了一些比较重的卡玛啊。第一组牌的朋友，唯一那几个能够进入你眼帘的人，被你认定跟他有缘，就是被你认定好像跟你是有特别缘分的人啊。宝剑十的逆位让我看到就容易伤害你啊。哎呀，这边就是对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看到就说在你们的这个情感世界里面，被你好不容易看上的，跟你之间有一点像是相互相虐的感觉，相爱相杀，对你好的人，喜欢你的人，这边你可能没有办法爱上他，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他们用情。你看上的人，你觉得跟你两个人可以相处的人，他们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让你很伤，让你很虐啊。这个对我看到这个能量，所以你看我们这里Dawn New Beginnings。好在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群对生活就是一直都会很阳光，无论经历什么样子的黑暗，无论经历什么样子的折磨和痛苦，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有一股很坚韧的精神，就是让自己看向更远的未来，让你们不断的去重新启程，而每一次的启程都会是更远的旅行，都会是更磅礴的一种旅程，哪怕在感情里也同样如此。所以我看到了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是你的魅力嘛，就你的这种情感的经历也是非常让人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很特别。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你们一旦爱上某人，你们会用尽全力，用尽所有自己的能量去爱他，去保护他，去帮助他，直到这个人我看到这个可能是你们的这个卡玛里面的一些就是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人，就是他们属于那种你把自己奉献给了这个人，这个人最后呢却让你倾沉大海，因为这里是一个逆位的宝剑十，最后却让你倾沉大海，让你再一次的让自己我们所谓的重生，因为这个人可能会让你很痛苦，让你就是觉得你把自己都给了他，最后你自己没有了。可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这样子的一次感情经历会让第一副牌的朋友学会爱自己，学会设立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就是你去爱别人，保护别人，帮助别人的同时，你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如果有一天你因为爱他牺牲了自己，你就再也不可能去爱他。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卡玛其实也会让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接下来的感情生活当中，你看圣杯侍者，你会对感情属于那种有控制的释放，有控制的释放，让你知道对待感情尽管是一个让你心动的人，你也要知道怎么样去慢慢的释放你的感情，怎么样去慢慢的让这个人知道你对他的好，感恩你对他的好，念及你对他的好，而不是把你的爱当作理所当然。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看你们当下的这个比方说经历情感的经历，还有你们的年龄，如果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还小，也许你们会经历一次比较就是深刻的感情经历，让你们痛，但是呢也让你们成长。如果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已经是经历了这样子的一次痛彻心扉震撼灵魂的感情的话，也许你们当前已经走在一条非常幸福的爱情里面。因为我看到就是你在这个个人魅力当中，其实你的这种情感经历也是你的一个魅力之所在。你之所以知道在感情里怎么样去设立原则设立底线，也是因为你的经历，也是因为你曾经的遭遇。那么在接下来你跟别人比方说去连接的时候，你会知道保护自己。尽管说有一些对你好的人你确实没有办法去爱他，但是呢你爱的人，你想爱的人，你最后就知道怎么样去爱他，不会因为爱他宠他溺爱他
而最后把自己弄丢了，对不对？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就是在你的这个能量当中，我觉得之所以你这么的有魅力，之所以别人那么的喜欢你，就是他们会看得到啊，你是一个用情至深的人，你是一个为爱敢去追寻，敢去甚至是牺牲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人。OK， 那么当下在你的这个魅力当中，在你的吸引力里面，我看到的是啊，尽管也许爱情对于你来讲，曾经可能会让你很痛苦，让你经历所谓的暗夜，让你处在这个地狱和深渊里面、恶魔里面去纠结，但最终你会迎来自己的曙光，最终你会跟一个很棒很棒的恋人连结，并且走入你们的所谓的温暖的、光明的，对吧？柔和的爱情里面去。那么如果当前你已经比方说经历完了感情里的暗夜，那么当下很多人喜欢你，是因为他们看到你在感情里的成熟。你不仅仅有魅力，你不仅仅性感，而且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在连接跟一个人的能量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去相处，你知道怎么样去有所控制的爱一个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知道怎么样去爱自己，对吧？怎么样去爱自己，怎么样去爱别人，这里的拿捏，这里面的比方说轻重缓急，这里面的一个度量，你把握的很好很好。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你的个人魅力当中，其实爱情里的性感魅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都很爱你，很多人都很喜欢你，可问题是他们能被你选中吗？可问题是你爱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可问题是那个你爱的人最终是不是有幸可以跟你真正的走在一起呢？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第一副牌的朋友所看到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你的魅力和吸引力。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祝你们好运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一颗星粉色水晶。好，放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能量是要来看一下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你的个人魅力还有吸引力究竟都有些什么呢？好，今天呢我有帮大家提前抽一些神谕卡，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有抽到的能量第一张牌呢是 The Temple， 这个是神庙，对吧？然后呢，第二张牌 Shakti Transformation， 这个是转型。好，然后我们抽到的是 Advocate， 这个是有点像是鼓吹者伸张者提倡者、倡议者，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冬至的能量 Reflection。 OK，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的魅力，然后是你的吸引力，为什么人们会爱上你？今天我们的这个占卜我是这样想的，首先呢，我会跟大家抽牌来连接 in general，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喜欢你呢？这个喜欢不是说一定要是爱情的喜欢，比方说为什么人们就是很喜欢跟你结交朋友，那么当下呢，无论是家人朋友，对吧，同事同学，他们对你的评价是如何的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 in general 你性格当中的一些能量，然后呢，我会进一步的跟大家深入来看一下在个人情感方面，在爱情里面，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的魅力和吸引力又有哪些呢？好，我们首先来抽牌，我们来看一下 in general 你的家人朋友，你的同学，对吧？你的老师，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你？ OK， 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告诉我选得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你？感恩宇宙。好，这张牌是战车的逆位。好，然后我们这里是声音元素3的逆位。
声音元素4的正位。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第2副牌的朋友，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你？为什么人们会爱上你呢？首先呢，我看到了第一个能量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从你们的能量当中，我听到了这种所谓的配合，所谓的不争不争不抢，所谓的不会去操控别人，比较属于那种稍微偏被动一点的感觉。所以说很多人呢，他们之所以喜欢你，是因为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 team player， 就是你很能够融入到集体当中，不属于那种个人精神主义派。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个人很有魅力，因为他可能会自己说了算或者是很有自己的主张或者是说强势对不对？可是呢，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从你们的能量，包括我们这边看到的神谕卡里我连接到了来自你们能量当中的温柔、体贴、善良、被动，愿意有这种就是为别人服务的精神。在第1张牌战车里面呢，我觉得很多第1副牌的朋友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是那种与世无争的感觉。可能现在的人们都比较喜欢出头喜欢让自己变成第1名喜欢自己被别人关注，对不对？可是呢，我觉得第2的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说，有的时候你愿意去谦让，你愿意让别人站在你的前面，你愿意让别人所谓的去出他们的头，而你呢，会是比较被动一点的，就是轮到你了就到你了，不喜欢去争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战车的逆位呢，我看到很多人之所以喜欢你，是觉得你明明可以出头，你明明可以去跟别人争，跟别人抢，可是你却不这样做，可是你却比较多的是用一种比较温柔的、比较镇定的，感觉到你是很定的那种感觉那种定下来的那种能量去让别人更进一步的发现你的美，更进一步的去发现你的好。所以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来自于就是你的家人朋友包括同事同学他们其实都非常愿意跟你交心，就是有什么事情都比较喜欢叫上你，因为他们很信赖你，他们觉得你是那种愿意去为别人着想，愿意去有的时候配合一下别人的人，对不对？我们这里是战车的一个逆位。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一张能量是宝剑3，就是这个声音元素3的一个逆位。这张牌我听到是，我看到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之所以人们喜欢你，我感受到了你的疗愈的能量第2副牌的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比方说你家人朋友或者是你的这个同学他们比方说失恋了对吧？比方说他们工作遇到了问题或者是他们挂科考试没通过就是遇到了人生困难和阻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跟你去诉说所谓的分享一些他们内心当中有点伤心难过痛苦这样子的一些情绪也就是说，我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觉得你很温柔，你有那种疗愈的能量就算你不说什么，你不做什么，大家也觉得在你的身边能够深深的被你疗愈得到，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这张牌风象元素3，声音元素3，我感觉到很多的朋友就是你们在与人交往，就是与人交谈的过程当中，不属于那种说就我要一直说，对吧？就是在人与人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喜欢把自己的能量说出去，把自己的声音表达出去。但是呢，第2副牌的朋友，我看到其实你们是属于那种愿意给别人机会展示，愿意给别人机会去诉说，然后你呢可能会作为倾听者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留在别人的身旁，或者是自处。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呢，让很多我觉得是你的内心就是有机会去听到一些别人内心很真实的声音。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能够去比方说信赖这个人，或者是说我们能够有把一些真实的东西去分享出去，这个需要很大很大的信任才能做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隐藏自己，对吧？或者是戴上一个面具，因为很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很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所谓的软肋，因为害怕被别人利用，害怕被别人伤害。可是呢，我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有这种所谓的 temple， 有这种男神女神，或者是这种像神一样的啊，给人的感觉是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你是一个有非常高道德水平的人。比方说第2副牌的朋友，你不喜欢流言蜚语，你不喜欢去传话，你不喜欢去听八卦，你也不喜欢八卦别人，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就让别人对你产生了一种无名的信赖和信任的感觉，他们更加愿意去跟你诉说，他们更加愿意去跟你连结，跟你做朋友，跟你交心，对吧？不仅仅是认识而已，而是跟你交心。而在你的疗愈能量当中，风元素4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其实是有一点像是充当着一种桥梁的感觉，我这边连接到桥的能量，就是说你可能会通过自己的一种光芒，通过自己的一种善，通过自己的一种为别人服务的这种奉献精神让别人能够在这种痛苦当中看到光，因为你就是光，你就是善，你就是那个给人的感觉我们所谓的人间还有好人，对吧？我们这个世间还有那种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我觉得你就是充当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很多人之所以喜欢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很美好的存在，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存在，你不仅仅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比方说从困境当中转化成美好，从不幸当中变成幸运，变成你希望的美好的形象。同时呢，很多人我看到他们喜欢你，是觉得跟你在一起，他们能够被你治愈，他们能够从你身上找到一种治愈，找到一种救赎，从而他们呢也可以像你一样，比方说转型成功，比方说他们也能够像你一样，最终能够获得人间的幸福。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很多人第2副牌的朋友，就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你，就是别人就会跟你交朋友，别人就会跟你多说几句话，你也会就是无名之中就是给别人更多的善，给别人分享更多的比方说和蔼，给人们分享更多的那种爱的能量那么这样子的一股魅力这样子的一种特点和吸引力是你的这种光你们有可能是光之疗愈者这个 light worker， 那么你们的这种光亮，你们的这种存在本身就让很多人就是信任你，喜欢你，觉得跟你在一起，靠在你的身边很舒服，所以你们有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你们有一种和蔼可亲的能量。所以无论是在同性还异性这边呢，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应该朋友很多，而且你们非常能够就是让别人对你走心你们是这种我觉得是强大的 presence 存在和临界的能量。我这边听到双鱼座、处女座这种感觉双鱼座，尤其是双鱼座、处女座，包括巨蟹的能量都是在这边，我觉得是非常给人的感觉是有这种特点的，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 temple 这个神庙神庙的能量呢，其实我会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对于一些比方说神秘学、神学等等的一些能量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在你们去跟人相处和交往的时候，因为我听到你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契机，有很多的机遇就是能够听到别人很真实的一些故事，你能够去所谓的在别人痛苦和挣扎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陪他们，所以你能够在别人的痛苦经历，或者是你能在别人的喜悦的转型的经历当中，就听到很多的真实的故事。那么在这样子能量当中 temple 我觉得你其实充当的是别人的一种，就像我们去神庙嘛，我们要么到神庙里面去就是去祈福，对不对？希望我们能够有好运，希望我们能够在明年能够怎么好，要么呢我们就是在神庙里面去疗伤，希望神希望宇宙能够治愈，能够去比方说把我们现在的痛苦给它我们所谓的清除干净。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就有点像是人家的知心朋友，你有点像是人家的那种行走的神庙的感觉我们不可能所有的时候都到神庙里去诉说，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更加需要的是一个这种朋友，
能够听我们诉说，能够跟我们有互动，对不对？那么我看到这个神庙，就是你是人家的救赎，你是人家的避难所，你是人们精神的一种，我觉得是有点像精神的小屋，就是你有这种疗愈别人的能量啊。第二副牌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强烈。那么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这个 transformation 这边呢，我觉得更大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能够转变别人的心态。也许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对于人性啊、哲学、神学、心理学，对吧？玄学、占星学等等啊，这些能量你们不一定说一定做，也许你们也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包括医学。但是呢，我看到就是说，只要是能量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神呐，他能够把我们地球的毒放在自己的喉咙里面，然后呢，通过一段时间，它能够吐出来的就是花蜜。也就是说，你们有这种把毒变成花蜜的能量，这就是转型啊，对吧？这就是转型。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念头当中的一个恶念，会让我们万劫不复。但是呢，当我们能够在恶念当中去转变我们的想法，转变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的时候，那就是一念成佛，就是马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把这个恶变成善，把这个也许是消极的立马变成一种积极的存在。所以你看啊 transformation 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就是因为你们的那种积极的想法，你们一直从善的念头，包括你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坚定和信仰，所以说你们的这种转型的能量也是很大的。这个转型不仅仅能够帮助你们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生活当中，就是不断的让你去吸引更多的好，让你不断的去吸引更多的幸运。同时呢，在你身边的人们呢，也会通过你的这个能量愿意跟你连接。他们的这种连接呀，不仅仅是靠近你的能量，我觉得他们也是在 access， 就是接近你的思想，接近你的想法，接近你的这种人生态度。那么人呢，总是会有低谷的时候，人总是会有我们所谓的情绪不高昂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我们，如果能够比方说在你的身边，比方说在光之疗愈者的身边，他们就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种善的光亮的能量，让自己比方说低谷低潮的时期能够更加快速的转变成高昂的积极的，对吧？去吸引更多的好，去吸引更多的善以及好运。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 transformation 这个能量，我觉得这个能量真的是你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可能很多人呢，他在看向你的时候都觉得，也许你的起点不一定很高，但是你却能够在每一次的重生，在每一次的转变当中，让自己不断的提升。无论是通过学习，无论是通过我们所谓的经历，无论是通过所谓的感悟最后第二副牌的朋友，你都是在越来越好的途中，或者是最后你到达了一个更加高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他看到了你的这种成功，看到了你的这种转型成功，他们其实是非常羡慕的，他们其实是非常向往的。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对你的评价，就你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那么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周围，仿佛人们都能够吸引到，或者是得到宇宙的这种赐福，都能够让自己的能量有一种提升的感觉，对吧？把3把剑放下，最后呢进入到疗愈支持，最后呢让我们自己也成为疗愈的能量之一。这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 in general 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你的原因。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感情里的你。这个是情绪元素7，我们来看一下在情感当中，在恋爱的时候，你的魅力和吸引力又有哪些呢？好，这张牌，在感情当中的你又有什么样子的魅力和吸引力呢？我们这边出现的是情感元素7，灵感元素10，声音元素1，魔法师
这边啊，这个情感元素7、声音元素1啊，这2张牌呢给我的感应啊，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在感情里你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多情的人呢。这个多情体会在哪里呢？其实你们是属于那种，就算之前的感情经历可能让你们有很多的，比方说难过的、不满意的、失望的地方，但是一旦你们遇到了新的让你们心动的人，或者是说进入到新恋情了以后啊，你们又会焕然新生，你们又会让自己进入到一种有一点点恋爱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在感情里面，比方说他吃过一次亏，或者是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人之后呢，他就会把不好的经历不断的重复和映衬在其他人的身上，就仿佛那个伤痛永远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出来，有点像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感觉。可是呢，第2组牌的朋友啊，我在你们的能量当中读到的却是，其实你们在感情当中是一群情感里的勇士啊。也许在生活当中你不是勇士，你是那种疗愈者啊，但是面对爱情的时候你却是勇士，你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是在爱情的这种战场里面啊，你不会轻易的认输，你不会轻易的说因为我曾经失败了我就不相信，我相信的是我一定能够拥有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我一定能够在爱情当中获得重生，也一定相信爱情能够给你们心中想要的那种最浪漫、最完满、你们心中最满意的爱情。对啊，魔法师嘛，所以在感情里面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就跟在一般的生活当中不太相同了。第2组牌的朋友啊，在感情当中的你，首先呢是圣杯元素7，这张牌其实我看到的是一颗多情的心，你们在感情当中非常的柔情似水，在感情当中呢，你们也会有很多丰富的想象力的存在。在感情当中啊，我觉得别人会喜欢你，或者是说觉得你的魅力之一啊，就是你在感情当中是属于那种对于爱情有很多期待的人。在爱情当中你会有期待，你会对爱情有自己的希望。可能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很喜欢浪漫这种元素啊，所以呢，一旦你们喜欢一个人，或者是说有一个人就是喜欢你，你也进入到爱情的模式和状态当中了以后呢，你就会把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爱，你就会把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的灵动，你就会是一个在爱情当中就像被滋养的灵魂啊，就是那种散发的那种光芒啊，非常的耀眼。所以呢，一旦你谈恋爱，其实周围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从你的表情啊，从你的比方说妆容啊，比方说你的打扮啊，包括整个你的气场啊，你都会散发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颜色，你会让人看到的是你谈恋爱了，你会让人家看到的是你一定要进入到爱情的甜蜜当中去了。所以说我这边看到这个情绪元素7啊，就是在说其实第2副牌的朋友，爱情对于你们来讲也蛮像所谓的补药吧，应该叫补药。就一旦你们有爱情，你们就会感觉到生活里多了很多很多的颜色。感情呢，对于你们来讲一定是一个让你们能够焕然新生，一定是能够让你们容光焕发，或者是爱情对于你们来讲是属于精神的一种补药。一旦有了爱情，你们就会很开心，你们就会对生活充满了积极，充满了热爱，你们也会因为爱情的存在让自己不断的重生，变得越来越好。因为爱一个人，所以愿意去更加的努力，因为爱一个人，因为想要拥有这段爱情，所以会让自己不断的变得更好，从而可以让自己在这段感情里获得成功，所谓的心想事成。所以呢，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感情呢，某种程度上其实也能够成就你。但是呢，感情因为我这边看到了一个风元素1，这张牌呢让我看到就是说，如果第2副牌的朋友在感情里面，你们如果是受伤了，或者是在感情里你们吃亏了的话，那么呢，很多人也能看到可能这段感情不如意，或者是大家也能够从你的表情当中看出来你这段时间不开心。我看到这边reflection， 其实呢在感情里我觉得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属于那种很通透的人，
什么叫很通透呢？就在感情里，你们其实是容易进入到恋爱的状态里，也就是有一点恋爱脑。可是呢，同时你们也会有自己的一种独立和冷静。你们也许会让自己有一点冲昏头脑的进入到与某人的连结里面。可是呢，一旦呢，你们在感情相处里面，你会不断的审视自己，你会不断的去审视这段关系带给你的一种感觉，带给你的一种感悟。你会不断的让自己，就是说通过一种审视，所谓的自省的能量，让自己更加明白的是，在你的心中你想要什么，在你的人生当中，爱情对于你来说算是什么。所以啊，你看你的魅力还有你的吸引力，你让别人觉得在感情里你是一个爱情的勇士，你是一个敢爱的人，你是一个敢去让自己进入到爱情状态当中的一个能量。但同时呢，你在爱情当中不会让自己所谓的怎么讲啊，掉进去就出不来。因为这张 reflection 呢，就是在说，在你的热情，在你的柔情，在你的多情的里面有一份理智。这一份理智是让很多很多喜欢你的人不敢轻易的看清你，不敢轻易的去所谓的伤害你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就是说你是一个在爱里面特别有牺牲精神，特别敢爱的一个人。可是呢，并不代表说你会因为爱他而纵容他，并不会因为你喜欢一个人而无条件无极限的付出下去。所以呢，你看第二组牌的朋友，在感情里其实你们是一群需要回应的灵魂，对不对？你们可以为了一个人付出很多，你们可以为了一个人勇敢，甚至是牺牲掉一些自己的部分，但是你们不会无条件无极限的一度的容忍下去。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恋人这边呢，我听到就说，如果说有一个人被你喜欢，他一定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他能够在你的爱当中得到那种深深的被理解，深深的被照顾，深深的被疼爱，深深的被保护，这种爱的能量很强烈的临界和存在。可是呢，如果他们不好好珍惜你的话，如果他们一味的让你就是付出而不给予相对应的能量的话，最终他们会发现你是会走的，最终他们会发现其实有一天当你决定离开，你就再也不会回头了。这个就是灵感元素10的能量了。你会让你的每一段爱情，我觉得是燃烧到最极致的地方。第二副牌的朋友，燃烧到最极致，就你会把自己燃烧到最极致，去爱一个人，去深深的爱一个人，去深深的保护一个人。你们是爱情的 advocates， 就是你们是爱情的伸张者。你们呢，就是高举爱情的大旗相信爱情，相信爱情的美好，也喜欢爱情的这样子一个族群。可是一旦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一旦你们要是离开的话，一旦这个人就说辜负了你的话，你也是那种毫不犹豫绝不回头的倔强的个性灵感元素10。所以说我看到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会有一些前任对你们念念不忘。这些前任呢，他们属于那种曾经被你深深爱过的人，他们属于那种曾经有幸被你这种就是爱情的伸张者，就是超级喜欢爱情的人，相信爱情的人爱过，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幸运的体会过被一个人深深爱着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但是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最后没有走到一起的话，那么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也会绝不回头，绝不轻易原谅，绝不会轻易的让自己再栽跟头的类型。所以说你看灵感元素10把自己燃烧到极致，如果说还不行的话，你们就再也不会坚持下去了，你们就会坚决的放手，并且让自己在这种你看风象元素1在一段感情当中所谓的感悟，在一段感情当中去学会去接受人生所谓的情感的课堂，最后是怎么样去接受人生当中情感的一个教训，最后怎么样？风元素1，你是最后在感情里成就的那个人，最后长的是你的智慧，最后是长的你的所谓的阅历，最后长的是你的成熟。所以你是可以在感情当中出来的，你是可以在一段感情当中
再一次的让自己重新启程的。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就是在人生当中有不止一次的恋情，可能你们会就是爱几次，当然啦，在每一次的感情当中，我觉得你们都会一次比一次成熟，你们都会一次比一次更加的勇敢。尽管说过去可能感情里也会让你伤让你痛，可是呢，一旦你们再一次的进入到爱情的模式，你们就会付出所有的精力，你们就会燃烧自己到极致去爱一个人，去保护这段爱情，去保护你心心念念想要去爱的这个人。所以说在感情里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也是超级强大的。在感情里你们是战士，你们是勇士，在生活当中你们却是疗愈者，你们是光之工作者，对吧？所以在感情里面，我觉得能够被你爱上的人是幸运的，可是同时他们也是不幸的，因为一旦如果说他们没有珍惜，他们就会对你一辈子难忘。所以呢，一旦被你爱上，他们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很幸运能够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个能够为爱如此燃烧自己的人，对吧？一个被别人深深爱着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疗愈的。可是如果他们不珍惜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进入到一辈子的懊悔或者是一辈子的反省当中去。所以说第二个牌的朋友感觉说在爱情里面可能你会疗愈别人或者是治愈这个恋人，但是事实上呢，最后我觉得最后是你去治愈你自己。就在感情当中我看到这个 reflection 嘛，就是你在感情当中，因为你付出了很多你自己的能量，你付出了很多你的爱给别人，可是最终如果这个人他不能够回应的话，那么最后呢，你可能就需要自己当然你也有这个能力，就是自己疗愈自己。可是呢，在这边第二副牌的朋友，我看到关于你的这个感情里的这个魅力跟吸引力，其实我会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在感情里在这个圣杯元素7这里，虽然说你们很多情，虽然说你们对爱情是勇士是战士，可是呢，在爱情当中，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你们在每一次的连接当中，我也看到你们这种对爱不后悔的力量。有的时候在感情里我们可能会说爱错了人或者是说我们选错了人对吧？后悔当时不应该这样等等等。但是我却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别人很喜欢你，别人很爱你的一个原因，就是看到了你在感情当中尽管有的时候可能是你选错了，或者是你最后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无怨无悔，你们在爱情当中不抱怨不后悔，对吧？人生就是为了不后悔，勇敢追寻，这样子的一种冲劲，这样子的一种勇敢和勇气也是让很多人对你们就是在感情当中，我觉得他们很爱你的原因。有的时候想一想，人生究竟是什么呢？也许人生并不是只是为了追寻一种所谓的结果，或者是人们大众眼中幸福和正确的模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人在生活当中需要的就是一种根据自己的心，根据自己的感觉去追寻我们在当下想要的一种美好存在。也许有的时候这个恋人并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我们所谓的人们口中的正确的选项，可是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想你们应该是最懂得在感情里那种说不出来道不清楚的那种能量和连接，而你们就是爱情的伸张者。在感情当中，你们比较是感性的去冲动，而不是理性的去判断。一旦你们觉得这个人你想爱，或者是这个人值得爱，你们就会不顾一切，你们就会奋不顾身去爱一个人，去保护一个人。而这样子的能量应该是让很多人都很羡慕的。而进入到爱情当中，或者是勇敢追寻一个人，这个本身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你最深刻的魅力之所在。而一旦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确定了目标，那么这个被你爱上的人，那个时候的他们也会觉得你的吸引力是庞大的，他们没有办法去忽视你的魅力，他们没有办法去忽视你的美好，他们一定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就是跟你连接在一起，或者是说逃无可逃的也是爱上了你。所以呢，这里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今天所看到你的魅力和吸引力
以及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的所有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紫水晶。好，放这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占卜的这个主题是说，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你的魅力还有吸引力究竟有哪些呢？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连结还有抽牌之前呢，首先呢，我这边其实有帮大家抽一些神谕卡，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指引。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能量啊。首先呢，是一个 Star Born， 就是星辰啊，在这个新生啊，星辰的那个星，然后是新生 Star Born。来第二个是这个卡里 Liberation， 自由的。好，这个女神其实还挺有名的，印度的一个神。然后呢，这个是 Wind， 风 Activation， 激活。然后还有一张这个 Archetype Child Internal， 永远的小孩子啊，永远都是小孩子。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副牌组的朋友，今天我们去看这个魅力吸引力啊，为什么大家会爱上你？为什么人们会喜欢你？这个能量呢？我会首先从 general 的一个角度，大众角度啊，就是大众的评论，比方说朋友啊、家人呐、恋人呐、同学呀，对吧？路人呐，他们为什么觉得你不错呢？然后呢，我们会深一点的去看，就是说在感情当中的你，在恋人的眼中，在情人的眼里啊，你的魅力和吸引力又有哪些呢？好，我们首先来抽出 general 的一个感觉啊。我们首先来看大众对你的一个评价，为什么会喜欢你？为什么会爱上你？你的魅力和吸引力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请宇宙给我们指引。第3组牌的朋友，为什么人们会爱上你呢？第1张牌，风元素6。好，我们这边有命运之轮的逆位。这张牌我听到是 clumsy。好，来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你？你的魅力跟吸引力是什么呢？ The Hermit 隐士牌。好，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今天抽到的这个塔罗牌3张，2张都是大牌来的啊。看来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其实还挺特别的，在别人的眼中也是非常，我觉得是闪闪发光的啊，因为是很有特点的，给人可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首先呢，第一个能量来自这个命运之轮的逆位，我的这个感应非常的强，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在别人的眼中啊，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啊，看起来有一点小笨拙，或者是看起来有一点傻傻的，但是却很可爱，这个是你们的能量场啊，给别人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比方说容易摔个跤啊，容易把自己给绊着啊，容易就比方说犯一个非常小的错啊，但是呢，你们其实是很聪明的，你们是很有天赋的一群孩子，就像这个星辰，对吧？新生，你们是宇宙的孩子啊。这张牌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宇宙的孩子，但是呢，这个宇宙的孩子，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星盘，对吧？我们是在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有在那一刻的时刻表，它有这个天上的这个星星，天上的这个我们所谓的那个行星啊，它所在的地点啊，对应在我们现在就是占星里讲，就是12宫啊，什么星座啊，是吧？什么相位啊，对吧？很多很多的能量啊。那么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有他特别的天赋和潜能。那么在第3副牌的朋友这里啊，我听到就是说，你们其实是一群非常有天赋的人。你们这种命运感非常的强，但是呢，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你们却有一种那种有点傻傻的，有一点笨拙的感觉。就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傻傻的和笨拙的，其实它是一个褒义词。就比方讲，你们其实是非常
有灵气的设计师，对吧？那么在很多人的眼中，你都是大才女啊，大才子。可是呢，在具体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吃饭啊，傻傻的，可能会觉得原来那个洋葱那个吃起来会可能有点味道太大呀，是吧？或者有的时候比方说在公司里同事们都是应运而上好，我们去玩，我们去唱歌，我们晚上去吃饭，我们去喝酒干嘛的？你可能会说什么去吃饭吗？我还准备一下或者怎么样？就你可能会有一点，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傻傻的慢半拍的感觉，有一点幼态我们这边其实有一点孩子呢，就有一点幼态，就是这个幼态呢，它并不是说真的不成熟。而是说在生活层面3D 的这个世界里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应的比别人慢一点，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不是特别擅长生活里的一些技能，就是生活日常里的一些小技能，但事实上你们非常的有天赋，事实上你们非常的有才华，事实上你们的脑子特别好用，特别的聪明。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他在这个思想层级特别活跃，就像我们7个脉轮比方说你这个顶轮三眼轮喉轮特别的厉害，特别的活跃，但是你海底轮的能量可能稍稍有一点弱的话，那么在生活当中这种所谓的不平衡明明是一个大才子，明明是一个大才女，可是在生活当中别人都觉得你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大家需要给你更多的关照，要给你更多的关心。那么有的时候呢，你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活泼，但有的时候可能又会非常的严肃，非常的认真，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两面性我觉得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其实非常的喜欢你。有的时候哪怕你的这种小小的笨拙感，这种有一点慢半拍的感觉事实上却给人的感觉是你非常的可爱，你非常的有魅力。它的这种反差感其实越发体现了你的这种天赋，你的这种才华。这个是我看到第3副牌里面一个很具体的，但是又非常凸显的能量。OK， 然后第2个能量是什么？第2个能量就是在讲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宇宙的孩子所以说你们会与众不同。你们的与众不同在于什么呢？我觉得这边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很强的叛逆和破坏精神什么叫叛逆和破坏精神呢？这边我看到有的时候其实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种叛逆和破坏精神并不是说你们很坏，或者是你们想做坏事情而是我看到你们其实是很希望这个世界，这个宇宙通过你们的存在带来一种所谓的容纳、包容和兼容。我们不是在说嘛，世界上是那个globalization， 对吧？就是地球村怎么样？但事实上这个地球村并不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一个东西，在这个地球村的能量当中，事实上我们是求同存异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方说我在南半球，你在北半球，我们看起来很遥远，看起来好像永远都不可能有交集，但是呢，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时代，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高科技，我们可以在某一个平台、某一个时间点建立起强大的连接。可是呢，这个强大的连接并不会说因为有我的存在，于是呢我的能量把你们给压住了，或者是你们的能量把我压住了，对不对？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连接起来，并且有你有我，或者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这张牌我们这里的风象元素6给我这个能量很强。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在于说，你们不怕打破世俗和常规，你们有的时候会在这种所谓的大家都觉得好都觉得不好的情况下，勇敢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去打破这所谓的平静和宁静，给世界带来更多的自由感和发挥感。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呢，也会在你们的生活，或者是说在你们的工作，在你们的专业领域里面我觉得是让你们特别的凸显。所以说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种能量有这种很强的艺术气息，也有非常强的创造能力包括我们所谓的改变的这个动力，也就是所谓的破坏力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需要破坏力的。破坏力在于什么？如果一个状态它很平静，它一直都是原来不变的样子，可是又不是人们现在需要的，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所以这种破坏力能够打破平静，这种破坏力能够给生命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让人们觉得生活一直是在改变着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着的。如果什么东西都是一成不变的话，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没有生命力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一砖一瓦，
事实上一砖一瓦也是有活力的哟，只是这个活力可能它比较的微弱。那我们看到啊，生命当中最有变化的其实是人呐，而人呢，应该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一个代表，你说不是吗？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我看到了这种叛逆心，我看到这种破坏力，我看到这种喜欢自由、喜欢改变、不喜欢约束的你。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啊，我觉得是让很多人其实是都非常喜欢你的。他们有的时候其实会说你，就说你怎么那么坏呀？这句话其实也有一点褒义词，就你很坏，你很讨厌。有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能够赞同我的观点？但事实上你的不同，你的反对意见，也让人觉得你很好，也让人觉得你让他们对你印象深刻。也让人们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你真的挺不错的，对不对？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种保持自我啊，这种能量其实是很好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是隐士牌，这张牌很有意思，出现在第三副牌的朋友这里啊，我看到了2个很不同的能量点在这里呈现。第一个能量点我看到是很多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表面上非常的活泼，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大胆，敢去破坏，敢去改变。但是事实上呢，在你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平静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你们能量的源泉。这个地方隐士的能量再次说明你们跟宇宙的连接是紧紧相互共存的。也就是说，你们其实是一群非常注重精神的人，很注重精神的连接，很注重精神的交流，很注重灵魂之间的一种对话和碰撞。又或者是说，你们就是在寻找自己的灵魂的根基，也就是说你们寻找着自己究竟做什么事情的意义何在，能够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带来如何的价值。你们对很多事情是有它更深层次意义的追求，或者是想念啊，这个是隐士牌。有的时候呢，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看起来让人觉得很高调，很凸显，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你们所谓的就是因为我想高调想凸显，就是他不是为了这个而这样。恰恰相反，我看到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一群非常温柔、非常安静的灵魂啊，这个是非常深层次的一个动力，就你们其实是可以很平静、可以很安静的，但是就是说你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你们喜欢追寻自己想追寻的方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是因为在这个生活里嘛，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去追求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就是需要去打破这个平静，打破这个宁静嘛。所以原本让一个很安静的你不得不从这个塑料袋里面走出来，或者是从这个袋子里面出来。大家看这个，其实你们很想安静的做自己，其实你们也可以安静的去所谓的表达自己，但就是因为如果做自己，如果表达自己，就必须得突破一些东西，就必须得从这个袋子里走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在别人的眼中觉得你好像很特立独行啊，或者别人觉得你标新立异啊，或者是别人觉得你好像怎么跟别人不同。但事实上我看到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并不是为了追寻这个不同所以不同，而是你们只是想走自己的路线而已，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呢这个能量看到这边啊，我会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是喜欢你的人很爱你，觉得你非常的优秀，觉得你非常的有个性，觉得你非常的特别，是一个有趣的灵魂。但是呢，也有可能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是你们也会很容易遭到别人的非议，因为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太有一点过于的去走自己的路啊，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呀。那么对于一些保守派啊，可能就会有反对的声音，是不是啊？好，这是隐士牌的能量啊。那么隐士牌的第二个能量，刚才我想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连接啊。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个性当中啊，你们其实是一群还蛮喜欢去追寻一件事情它的意义何在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那么追寻一件事情的意义何在这件事情呢，可能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会去做啊，事实上并非如此。尤其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较 autopilot， 就是那种自由飞行的状态，比方说我们进入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我们进入到一种自我觉得满足的状态之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很多事情都不再那么的关心，都不再那么的所谓的认真，而是可能会有一点不以为然啊，有点不以为然。但是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在这个隐士牌里，我看到是什么呢？我看到你们其实啊，对于很多事情就属于那种
你们的终点感很强。什么叫终点感很强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如果是让你开始的话，你就会一开始就对这个目标比较的明确。比方说，你从事一件工作，你为的是成就自我，那么这个成就自我得到大众的认可，这个能量就会一直在你的心里，成为你心里的动力，一直鼓励你去往前。或者是说你想谈一场恋爱，你一开始只是想感受这个爱情给你的甜蜜，你就会去所谓的追寻爱情的甜蜜，而不是像世俗一般的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人长长久久。当然了，换一个角度，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要找长长久久的感情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一开始就对这个长长久久的能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所以说 The Hermit 让人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小固执的，有一点点走自己路线的这样子的一种精神连接。很多事情你会比较坚持这个终点，比较坚持这个目的性。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些星座比方说水瓶座，比方说处女座，比方说天秤座我们这边当然这边还有一些其他能量，我等会儿还会跟大家讲。但是从当下这个能量来看水瓶座、处女座是真的有出现的，包括一些火象的能量也会有。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 Kali Liberation。这张牌是什么？这张牌其实我会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很大胆。大胆在于什么？大胆的说自己想说的话，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大胆的去做自己，大胆的去说出自己的真心话。那么这样子的一个 Kali 的能量，就会让人觉得你有锋芒，你有锋芒。那么人们喜欢你，也正是因为你的锋芒。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喜欢那种很柔弱的、很被动的，对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欣赏带有锋芒的灵魂。带有锋芒的灵魂呢，其实是一群非常勇敢的灵魂。同时呢，带有锋芒这个锋芒其实是两面的，既有可能去用它的锋芒打破世俗常规，冲破黑暗桎梏，但是这个锋芒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呢，我们世界上所有的能量都是两面性。就像我刚才在讲，其实我会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很有魅力的人，真的是有魅力，甚至是你们多才多艺，因为你们喜欢去走自己的路，对吧？不跟大家保持一样，因为你们是自由的灵魂，你们是星辰宇宙的孩子，你们秉承的是宇宙的意志，对吧？你们秉承的是从宇宙那里连接到你的这一生，你的精神想去追寻什么。可是呢，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是你们可能会比方说在这个冲破自我，或者是在这个追寻自我的过程当中，也会受到比别人要多的磨难或者是阻力。这些磨难跟阻力，甚至是有可能从原生家庭那边就已经在你的身边和左右，已经深受他们的影响，包括在接下来比方说朋友之间的流言蜚语，比方说同事之间的窃窃私语，包括感情当中可能他们对你的不理解，对吧？恋人对你的不理解，恋人对你的误会等等这些能量但是呢，我会觉得这些能量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既是一种所谓的阻力你在这个地方走自己的路的阻力，但同时他们也是你的助力。正是因为有阻力，所以你才能够冲破，所以你才能够用到你的这种锋芒去斩破，或者是说去冲破这层层的阻碍，最后成就的是一个自由的灵魂，最后成就的是你这一生这一世，你的命运所谓的给你的安排，或者是你命运当中你觉得在召唤着你的这个动力，让你去走不寻常的路，让你去所谓的走出这个舒适圈，它的这个源泉在哪里？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还是我那句话，爱你的人可能很爱你，懂你的人就是永远支持你，可是呢，不理解你的人，可能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你做这一切的努力，你付出的这一切的辛苦是为了什么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只要是不违背自己的本心，对，做自己就好了，好吗？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感情中的你，因为感情中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跟我们平常是很像的，但有很多时候是相反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副牌的朋友，
人们为什么会爱上你？在感情当中的你的魅力、吸引力又有什么呢？权杖一，圣杯四，愚人牌，最后一个金币骑士。好的，哇，第三组牌的朋友，在感情当中的你哦，还是一个慢慢来的感觉啊。其实你的火能量很强啊，但是也有慢慢来、很稳定的感觉。这个应该就是遇见真爱的时候你的样子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感情当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感情当中的你啊，我觉得跟你在平常呢有一个地方是很相近的，就是第三副牌的朋友对待感情也是很勇敢的。愚人牌和权杖一，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在感情当中的你的样子或者是这种魅力啊，在于你的主动，在于你的能量，在于你的这种为爱痴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我看到很大胆啊，权杖一跟愚人牌一起出现，表示你们在感情当中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人，而且呢，你们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大胆追求，而且是那种大胆的说出来的感觉，不会畏惧的。愚人牌，你们会追上去啊，你们会靠近，你们会开始去展开自己的行动。其实挺主动的，我觉得感情当中你是比较偏主动的。那么也许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比方说女孩子啊，或者是性格内向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的个性方面，其实你们的心里应该还是比较主动的啊。就算你们的个性内敛，但是如果真的遇见你们喜欢的人，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轻易的错过，你们一定会就是拿出你们的方法啊，让这个人看见你，或者是你会走上前去，让他知道你的存在。这个是我看到第一个能量信息。第二个呢是这个啊，第二个能量信息呢是在这个圣杯四这个地方，而且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啊，我觉得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不太适合就是被别人追。虽然说你们也是有就是被别人追的感觉啊，一定会有人喜欢你，想追你，或者是想靠近你。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的你呢，更加喜欢就是追别人。圣杯四逆位啊，其实我看到的是说，如果有人追你，或者是有人向你怎么讲呢？就是向你示好啊。其实我看到很多朋友不会轻易的去接，也许你们会跟这些人做朋友，但是你们未必会跟这个人做恋人。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是一个，就是说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就是要找自己爱的人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我看到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因为别人爱自己嘛，所以我爱他，比较被动一点的啊。但是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比较的积极，比较的主动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更加适合去追寻自己心中之所爱。那么在圣杯四这里呢，我看到其实是有人喜欢你的呀，你的桃花一定还很旺呢，很多朋友都是蛮喜欢你的，你的玩伴应该也很多。但是呢，我看到啊，在圣杯四这个地方，你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口味，你们会去取自己喜欢的那一碗水。圣杯四，我觉得你们其实是知道有人想靠近你，或者是有人想要吸引你，可是呢，你不会轻易的，就是说接受人家的邀请，你们可能会跟这个人做普通的朋友，但是可能不太容易轻易的跟这个人成为恋人。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当中，在爱情里比较容易的就是一见钟情。你们看到了，或者是遇见了，喜欢就是喜欢，喜欢也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那如果不喜欢，没感觉，那就很难所谓的擦出火花，除非你跟这个熟悉的人突然有一件什么重大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个什么重大的改变啊，就是点了你的那个爱情的那根筋。否则的话，这些人可能只能够跟你做朋友，而且是一辈子的朋友，没有办法改变成为情人啊。我看到这个能量啊，第三组牌的朋友啊，这边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你的一个魅力，或者是你的一个吸引力，我看到很多人呢，其实是觉得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你是一个非常
我们所谓的对生活很有热情，然后你非常的主动，在感情当中你的那种主动，你的那种大胆啊，或者是你制造出来的那些惊喜和浪漫，让很多的人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恋人对象。比方说你特别是大家眼中的理想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可是呢，如果想真正的得到你的情，如果想真正的得到你的爱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其实是需要更大的难度，或者是说有更大的挑战。想要真正的走入你的心，不仅仅需要跟你有特别的缘分，还需要对你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耐心，对你有很多的包容，对你有很多的理解。甚至呢，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这个人可能需要去赞同你的理想你们的理想必须得一样。这里有一张牌是这个金币骑士。这张牌呢，其实我会觉得大家喜欢你的原因在感情里就是恋人对你的这个评价，你在感情里有的时候很难搞第三副牌你很难搞定哦。那你的这种难搞定的特质，其实也会让别人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像是喜欢挑战的人就会特别喜欢你，觉得你怎么那么难搞定呢？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喜欢我呢？为什么你跟别人都很好，为什么你就不能够对我更特别一点，对我更好一点，把我当做你的情人，或者是把我当做你的恋人呢？这个时候挑战就来了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是在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想得到你的心的话，其实并不容易。跟你做朋友可能简单，但是如果真的要跟你成为恋人，就不太容易了。在这个金币骑士这边，我看到其实想要真正得到你的信任，想要真正的跟你在心中产生那种心心相印，然后呢相互信赖，并且成为生命当中的就是那种团队的战友的感觉其实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而且呢，在爱情当中真正走心的话，其实你会也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要跟这个人慢慢的来，要慢慢的取得信任。因为我看到尽管你们在能量当中有这种很冲动impulsive， 有这种我们所谓的一见钟情等等，但是呢，我们所谓的喜欢跟爱上，其实它也是有一定区别的，对不对？这张金币骑士我觉得更像是爱上如果想要爱上一个人，或者是别人想爱上你的话，你爱上他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地方是需要一些耐心的，不能仅仅靠原本的一见钟情，也不能靠仅仅当下的比方说激动或者是冲动，是不够的是不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感情当中呢，为什么人们会爱上你？我们这里有一张风 activation。在感情当中我看到很多人之所以会看到你，或者是爱上你，坠入你的这个魅力的魔网是因为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能够激起别人心中的涟漪，你们是一群很大胆，敢去破坏，敢去改变的灵魂。这样子的灵魂就能够让你们在一群人当中一下子脱颖而出。那么情感当中别人喜欢你，也正是因为你的这种魅力。也许在很多人这个比方说很多人在一起那么别人可能都有一点死气沉沉的感觉，或者是别人都是那种好像很俗没什么特别，但是你呢却能够给很多人带来一种清晰的感觉，清爽的感觉。你能够去激活这个人对爱情的一种向往，你能够去激活别人对爱情的渴望 activation。 而且我还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甚至说你在爱情当中能够激起一些斗志派，或者是那种不怕挑战派的那种欲望因为我看到就是说可能跟你两个人调情暧昧一下就挺容易的，但是真的走心就很难真的走心真的不容易那么你是一个有挑战的恋人，所以说有些人那种爱挑战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就不信了，我就不信你不会爱上我，我就不信你不会被我吸引住。所以你的这种 activation 风的能量会让人觉得想追着你跑，然后呢可能别人觉得他越追你，你就跑得越快风嘛，一吹就跑了就走了。所以说有可能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会很容易让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对你留下深刻印象。然后呢当别人对你感兴趣了，也许你又没什么兴趣，或者是你又开始走了，这个时候就激起了人们对你强烈的比方说占有欲，或者是探寻的
好奇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在感情当中你的魅力就出来了，大家就会追着你不放，大家就会跟着你跑，就忘不了你，对不对？好，然后这里啊，这个是 internal child 这张牌呢，其实让我看到了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灵魂当中的这种年轻感。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内在的这个小孩能量是非常强烈的，你们的太阳神经丛脉轮应该是非常非常灵动的。在这张牌里我们看到是你决定啊一直保持年轻。这个保持年轻呢，第一个来自于第3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特别会打扮自己，也许你们比较喜欢把自己打扮的就是年轻有活力，那么在外形层面你们就已经博得了别人对你的欣赏，你就已经博得了别人的眼球，对不对？那么在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内在有创造力，有艺术气息，对生活有热情，这些能量都在说明你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活着的人，你是一个，对吧？有魅力的灵魂是闪闪发光的一个人。那么这样子的你呢，也能够让别人啊对你就是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呢，别人也会觉得你是一个跟很多人不太一样的人。内在的能量啊，我觉得是尤其当你成熟以后，当我们步入生活的成熟和稳定期，很多人呢其实会觉得生活有一点一成不变，或者是觉得有一点枯燥跟无聊。可是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完全不会，就算你们走到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啊，就算你们走到这个我们所谓的成熟阶段，甚至是老年阶段，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仍旧会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这个能量啊，能够让同性和异性啊，包括同性，我觉得是都对你产生强烈的好感。所以说你的魅力啊，对生活永远保持积极，对生活永远保持热情，这样子的你谁不喜欢呢？对吧？好，再来啊，我们看到这个是能够看待事物有一个全新的眼光。这个能量呢，在我们刚开始连接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强调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啊，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都觉得这样子可以了，可是你却可能会需要去说一个不一样的能量，你想破坏嘛？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破坏的能量，所以说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啊是这样子的。我听到的能量是在说，可能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在感情当中，在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啊，有一个人可能犯错了，有一个人呢可能做错了。在这样子的错误面前，大多数的恋人可能都不会去原谅对方啊，都不会原谅对方。可是呢，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会看情况，你们不会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不能够被原谅的，从大众眼光去看，你们就不原谅他。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很独到的看法，都有自己很独到的理解，你们会根据情况而定。你们不会一下子就是把这个人判定的非常的死，或者是说一下子就通过自己的一些比方说情绪的激动啊，或者是说对待事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偏见啊，就会去判断一个人，判断一件事。相对应的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对待感情的时候，同样保持着自己中立的、理智的、理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和态度。这样子的你啊，其实是在两个人发生激烈冲突、激烈矛盾的时候，能够凸显出来你的那一份沉着、稳定、成熟。所以呢，当你跟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比方说情侣啊，发生了一些很严重冲突的时候，当你的这个能量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在感情的危机当中，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能胜出的，你们是能够胜出的，你们是能够让对方啊，我觉得是再一次深深跟你连接起来。有的时候啊，看待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这种理性的、理智的态度啊，能够让我们抓住很多宝贵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感情，多少时候吵架、分手、断联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很重要的原则问题啊，原则问题我们不谈，但是很多时候啊，有很大的一部分几率也是因为小事。而这些小事啊，在冲动和感性之下是非常容易
被放大，对吧？被不理解，或者是被我们所谓的毁灭。可是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看到越是在这种可能危机当中，你们的这种沉着、稳定、中立的这颗心，能够让你们对于自己的情人呐，包括朋友之间啊，就是这个危机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能够让对方对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一份理解、认同啊、看见，我觉得能够让你在对方的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同时呢，也能够让你啊，在别人的心中地位再一次的提升。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非常有魅力的人啊，非常的有魅力。无论是在生活里，还是在感情当中，你们都是一群，我觉得是有个性、有魅力、特别的灵魂啊，非常特别的灵魂。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啊，相信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无论是在人际关系还是在感情的道路当中，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遇到很多跟你们志同道合、欣赏你们的缘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